我们村里有一个传说，每一个生了儿子的女人都有机会成为仙女，她们会在某一天离家，成为仙女守护家庭。我原本不信，直到那天，我爸拿出一个罐子，蝎子的背部赫然是我妈的脸。我爸是养蝎子发家的，家里有一个蝎场。村里人看到我爸赚钱，纷纷效仿，村里蝎场建了一个又一个，价格越压越低。我爸每日酗酒，对我和我妈又打又骂。但是今天他没有，他提回来了个肘子，把我和我妈拉在桌前，抱着我俩哭。我打听到了，老孙家那孙子养蝎场为啥越来越好？他们是养了个仙女。他拉着我妈，求她生个儿子。我妈转身去铺床，只要有了儿子，你就能变成仙女了。1个月后，我妈果然怀了。自从知道我妈有了，我爸就开始殷勤的每晚熬汤。我妈胃口不好，往往只是喝几口，大半碗的汤就被倒掉。我爸把汤倒在猪槽里，里面的猪吃得正欢。我站在旁边直咽口水，这汤可真香。有一天晚上，我偷偷舔了碗底的汤，被我爸发现，打得半死。从那之后，我就不敢了。今天我妈胃口不错，一碗汤喝到了最下面，她突然皱眉，从嘴里吐出来什么东西，随后捂着嘴去外面吐得惊天动地。我吓坏了，赶忙去桌子前查看，桌上是白色的一团东西，好像有腿，已经被我妈咀嚼碎了。碗底飘着同样的白色，这次我看清楚了，是还没有长成密密麻麻的小蝎子。我爸听到动静出来，二话不说甩了我一巴掌，碗也被他扫到了地上。死丫头，我让你给你妈端汤，你往里面放了什么东西？想害死你弟弟是不是？他一边说一边用力踹我，表情阴翳，不住的摇头，痛得一句话都说不出来。那汤明明是我爸熬的，也是他盛好的，我什么都没做，他刚刚看都没看碗底一眼，就知道里面有什么。那就只有一种可能，是他自己在汤里下了东西。我爸居高临下，死死瞪着我，我不承认，他会活活把我打死。我哭着向妈妈道歉，我妈最是心软，她抱着我给我擦脸上混着的鼻涕眼泪。你打他这么狠干什么？我这不是担心你吗？最近我家的蝎场里有些古怪，我早上刚刚整理出来的蝎子位置，不一会儿就空了一个。母蝎子生产后都需要分开饲养，要不然没有自保能力的小蝎子都会被其他蝎子分食吃掉。那个母蝎子个头很大，背上背了很多崽，我不可能记错。我急得到处寻找，我爸每天也会来看蝎场，让他发现我就死定了。后院一股诱人的香味钻进了我的鼻子，我情不自禁地走过去，贴着门缝小心翼翼地闻，原来是我爸改了给我妈炖汤的配方。失踪的蝎子就在他手上，我爸面前放着一个石臼，他把小蝎子从母蝎背后抖落进去，一下一下砸压扁，又细细转圈研磨成了肉泥，倒进了汤里，那味道更香了。我猛吸一口，我爸似有所感，突然转过头来。我爸打开门的时候，我正在另一边给蝎子撒饲料虫，和刚刚待的位置相隔几十米，他的视线就落在我身后。我不敢回头，我知道只要我露出马脚，躺在石臼里的下一个就会是我。孤零零的母蝎被放回了原位，它焦躁地来回转圈，在寻找自己的孩子，可惜再也找不到了。每日被宰的母蝎都会丢失一个，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装作没有看到。我妈的肚子越来越大，她已经开始给小孩织衣服了。楠楠，弟弟出生肯定是在冬天，到时候要辛苦你照顾我们啦。弟弟会喜欢我吗？会的，弟弟会保护楠楠的。我爸一回来就摸着我妈的肚子，和肚子里的孩子亲昵。我妈见红生产那天，我爸将我妈留在了家里，请了几个村里的婆子过来。他紧紧握着我妈的手，看我妈疼得扭曲的脸。你听我的，咱们孩子一定要在家里生。我妈疼得直抽泣，我爸松开她的手，手背都是红的。我看着她在房间外左右踱步，我妈每嚎叫一声，她都要双手合十拜一拜。好在母子平安，弟弟平安降生。奇怪的是，明明一直念叨着弟弟的到来，可真的出生后，我爸好像对弟弟也没那么喜欢。他把孩子给我照顾，就冲进房间对我妈嘘寒问暖。我妈脸上带着虚弱的笑，我爸给她擦汗，又俯下身，他好像在我妈耳边说了什么。我妈生产之后就变得怪怪的，她总是看着蝎场的方向发呆，有时候还会问我一些奇怪的问题。她总用尽力气望向我，仿佛已是最后一眼。楠楠，你希望咱们家变得有钱吗？我不理解有钱是什么。就是楠楠可以每天吃好吃的，有好看的花裙子，每天都很开心。我问他有钱之后，爸爸就再也不会打我了吗？我妈哭着点了点头。那有钱真的很好。那我想咱们家变得有钱。知道了。他的声音很低，仿佛下了什么决心。我觉得似乎有什么不对，想反悔说自己不要钱了，又不想放弃那么好的生活，反正只是想想而已。没关系吧，月子马上就要结束，我妈答应明天就可以带我们去赶大集。
我夜里激动的睡不着觉，想再去看看弟弟，却听到我爸妈在争吵。小兰，你想好了没有？时间马上就要到了，这可都是为了咱们家，为了孩子。我知道，我就是想最后陪陪孩子。第二天一早，我妈就失踪了。妈，她甚至都没有给我弟喂奶，就这么消失不见了。我去外面找了一圈又一圈，没人见过我妈。我抽抽噎噎的进了门，我爸从屋里出来，我下意识缩了肩膀。我爸最讨厌我哭了，每次被看到都要挨打。我僵着身子不知所措，却不想我爸温柔的把我抱了起来。他居然抱了我，我的心里咯噔一下，突然就想到了我妈之前说的话。我问爸爸，我们家是不是变有钱了？对，我们家有钱了。你妈妈成为了仙女，我们家会越来越有钱的。可是我不想要仙女，我想要妈妈。我爸的脸色猛然一变，我感觉他的肌肉绷紧，似乎是想把我丢出去，又生生忍住了。哼，还有7天，等她心甘情愿变成完全的仙女。我爸这几天对我格外的好，和我妈形容的一样好，家里顿顿都有肉吃。我爸甚至还会主动夹一筷子放在我碗里，他还给我买了一条花裙子。他表情总是带笑的，我却觉得他的笑意没有达到眼底。尤其是我看着这些东西，每次问他妈妈什么时候回来，他的嘴角就会开始抽搐，这是他愤怒想动手的前兆。但他没有打我，脸憋得通红，青筋都在跳，也硬生生忍住了。他买回来的肉，我只敢吃他夹在我碗里的，裙子也整齐地摆在房间里，包装都没有撕开。夜里我都跪在窗边，看着星星祈求，我不要吃肉了，也不想要花裙子了，也不怕挨打。妈妈，你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啊？我妈失踪的第7天，我爸在歇场待到傍晚才回来。看着他狂喜的脸，我的潜意识告诉我，一定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发生了。成了，哈哈哈哈！老孙不过是半成品就跟我甩脸子，老子这婆娘可是自愿成为仙女的，一个完全体，老子要发了！刚刚被哄睡的弟弟开始哇哇大哭起来，我摇着小床轻声的吼，奇怪的看了我爸一眼。仙女不是村头传说里的东西吗？地位跟东北的保家仙相似，不过做法却是学的东南亚传来的人蛊，要让一个生过儿子的女人在月子的最后一天，用周身血腥气吸引挟持万千蝎子，让那些爬虫钻到她身上最隐秘的地方，开始啮食，骨血相融。期间，女人一边忍受着疼痛，一边要保持对自己家的奉献热爱精神，不能心生退却和怨恨。古城仙女诞生，这家就可以依靠仙女自带的吸财技能，家业扩大，财源不断。我们家怎么可能会有这么邪乎的玩意儿？连我这个小孩都知道，被蝎子蛰一口，大人都会因为太疼哭嚎，何况是数以万计的蝎子，直接把你当肉虫吃掉。想想就觉得这个传说是骗人的。我爸怎么会信这种东西？我没当回事，没想到因为刚才看的那一眼，惹毛了我爸，他冲过来对我飞起一脚，把我踹了老远。让你看老子！再看把你的眼睛挖出来！晦气的东西，对你好2天就想上房揭瓦，臭不要脸！我剧烈的咳嗽，眼前都是花的，迷糊间我好像看到房梁上爬上了一个身影，只能看出一个熟悉的轮廓。我想看清一点，可头疼的厉害，耳边还能听到我爸的咒骂和我弟撕心裂肺的哭嚎。我轻声在心里默念妈妈，可妈妈没有出现。爸爸的拳头雨点般落在我身上，我尽量把自己蜷缩着抱起来，我心里一直祈祷，如果妈妈在就好了。妈妈，你快回来啊！我爸变得比以前更暴躁了，他对我非打即骂，甚至把我赶到了歇场旁边的小屋。小屋里只有木头搭的床，房间有点漏风，冬天住着格外的冷。老子不养闲人，你以后每天来歇场干活就有饭吃，不干就饿着。我妈失踪后，都是我在照顾我弟，孩子小，根本离不开人。第1天我守着弟弟没去，我爸真的没给我一口饭吃。晚上他还把我撵回小屋，不让我在家里过夜。只坚持了2天，我就饿得头晕眼花，只能屈服我爸去歇场帮忙。晚上，我爸扔给我2个馒头，我狼吞虎咽的吃完，发现家里的门锁了。我从窗户看到我弟正在睡觉，面色红润，似乎被照顾得很好。我弟是我爸千盼万盼来的儿子，是家里的根，他怎么会对我弟不好？只有我在家过得和野狗一样。歇场最近怀孕的母蝎格外的多，我手忙脚乱地把它们分开饲养。其中有一只母蝎躲在角落，它的2个夹子挡在身前，尾巴高高扬起，似乎暗处有什么危险正在逼近。我定睛一看，它是在和对面那只庞大的公蝎子对抗。母蝎子背上的孩子已经变了色，生产有一段时间了。小蝎子挤成了一团，但是它们什么都不用做，有妈妈会保护它们的，只要趴在妈妈背上就好了。妈
妈妈，你回来吧，奶奶不想要钱了，奶奶想要妈妈。爸爸一直打我，也不给我吃饭，妈妈带我走吧。我哭得大脑缺氧，上不来气，迷迷糊糊中好像听到有人在跟我一起低声抽泣。是妈妈吗？夜里我刚要睡着，眼皮上突然闪过一束光，我立刻爬了起来。最近歇场生意有了起色，可别是什么人趁夜来捣乱。我悄悄跟出去，他掏出钥匙开门，是我爸。这么晚了，他来歇场干什么？我不敢进去，只敢站在门口，能听到里面我爸和女人的对话声。我的小宝贝儿，今天觉得怎么样？我知道你想我。里面女人说话格外细声细语，我听不见对方说了什么。不一会儿，里面传来不可描述的声音，我捂着嘴不敢置信，我爸竟然在歇场里养了一个女人。在我妈失踪之后，歇场我每天都检查喂食，一天要走10几遍，门上的锁都是我亲自挂的，怎么可能藏人？我突然想起下午那似乎和我附和的抽泣声，身上出了一身汗。冬天的风一吹，寒意几乎钻进了骨子里。我爸喘着粗气，和那个女人许诺着：你现在只是不适应这个身体，等过段时间你就可以出去了。我骗你干什么？我保证你和之前一样，我不会害你，这都是为了我们的这个家。这次我听到那个女人说话了，声音很轻，音调很奇怪，好像刚刚学会说话一样。我悄悄溜回房间，不一会儿，我爸就挂锁离开了。我整整一夜没睡，盯着那扇门，好不容易熬到天亮，才敢把门打开进去查看。里面果然什么都没有。养蝎的池子窄小，1个半米多高，里面一目了然，自然是藏不了人的。其他门锁我也仔细检查，大多门很久不用，锁头都已经生锈，地面厚厚的一层灰，踩上去会有一个明显的脚印。堆放杂物的地方我也翻找，只是一些被丢弃的包装袋和纸壳。昨晚和我爸说话的女人就这么凭空消失了。夜里我闭着眼睛装睡，我爸果然又来了，里面又有了和女人的说话声。我爸几乎每天夜里都会了，我熬了3天大夜，每天一大早就去查看，确保真的没人出入。那每天和我爸在夜里对话的到底是什么东西？他会害死我和弟弟吗？家里新一批的蝎子长得又大又好，收购商来了一批又一批，点名要我们家的蝎子。我爸的风光好像回到了当年，好大喜功的他故意承接人家的夸赞，在我家搞了很多酒局。他今天特准我进屋照顾我弟。酒过3巡，别人吹嘘着让我爸讲经验之道。我家生意好，全靠小兰成了仙女给咱家撑腰。当然老孙家不就有，不过他傻叉，直接对婆娘粗满上了手，不像我家小兰是自己自愿的，完全形态的仙女，那可不一般。又一碗酒下去，爸爸的眼睛都因为过于兴奋变得红彤彤的。客人再细点的问不出什么，酒肉吃的也差不多就告辞。我凑到他旁边，粗着嗓子装客人的声音：你老是说自己家的仙女是完全体，倒是拿出来见识见识，是不是骗人？女娃的声音跟成人音色差别很大，其实我已经做好了被打的准备，没想到我爸真的没听出来。他在身上摸索着，把一个玻璃罐拍在了桌上。老子今天就让你们都长长眼！玻璃罐从我爸手心滑落，差点摔到地上，我赶忙接住，里面是一只母蝎子，背部白色的一片，好像还是背了崽的。蝎子突然转过了身，用背部的白色对着我，它的尾巴垂了下去，那白色的图案居然是一张人脸。蝎子上的人脸表情是那么生动，是挤出来的强颜欢笑。每次我和我妈挨打，她都会用这个表情安慰我。人脸的嘴唇动了动，居然发出了声音：楠楠，我是妈妈。我不可置信，浑身震颤。妈妈失踪后，我发了疯一般想她，因为村里自古就有仙女的传说。我不是没想过妈妈是不是被人变成仙女，可我没想到爸爸竟然真的能下这种死手。我死死咬着下唇，趁着我爸彻底睡死了过去，把人脸蝎带走。想了想又不放心，抓了一只差不多大小的母蝎子，又画了几笔花纹，把罐子塞回了我爸手里。忙了一圈回去，人脸蝎还趴在我的枕头上一动不动。楠楠，我回来了。妈妈，真的是你吗？我多希望这只是幻觉啊！被一只蝎子勾到都那么疼，还在月子里的她，却要为了这个家让自己变成蝎子的饲料。妈妈似乎有一堆话想对我说，我已经逃避现实的闭上了眼睛。人脸蝎就在我旁边，嘴里轻柔地哼着小曲。第二天睡醒，我妈还和我打了招呼。我看着外面大亮的天色，终于接受了这个事实。我忍住哭的冲动，小心翼翼将我妈捧在手心。妈妈，你怎么变得这么小？因为妈妈太想楠楠了，特地逃出来见楠楠的，太大了会被发现。妈妈，你太小了，我好想抱抱你，或者你抱抱我也行。妈妈表情转换为难过，我赶紧按她能说说话，我已经很满足了。妈妈用小钳子安慰我，
我把妈妈藏了起来，小小的一个就藏在头顶的横梁上。妈妈说，人找东西都会下意识去找低的地方。我爸推门进来，手里捏着昨天的玻璃罐子，他张嘴骂我：“你动过我罐子没有？”我摇了摇头，在角落熟练地缩成一团，没有多问一个字。我爸骂骂咧咧地发了一通脾气，捏着罐子离开了。他去找和他昨天一起吃酒的人了。我爸回来的时候身上带伤，似乎和别家起了冲突。爸爸手上的玻璃罐不见了，他一回来就钻进了蝎场。不过我在旁边翻找着，里面有很多藏起来的玻璃罐，那些蝎子的背上全部都有我妈的脸。我爸企图和每一个蝎子对话，他好像疯了一样，对着罐子一个个的叫着妈妈的名字。他依然没有得到任何回应，摇摇晃晃的离开了，好像受了很大的打击。等我爸走后，我也去一个个玻璃罐子前面对话，没东西理我，会说话的妈妈只有一个，可我得把戏演完全。夜晚，我爸又悄悄地溜进了蝎场，我蹲在门口，居然又听到了我爸和女人的对话。我爸抱怨道：“你跑到哪里去了？我真的是担心死了。”那个女人也低低答应着，我捂住嘴，不敢置信。我妈被我藏在了房间的罐罐里，我出来前还和我妈打了招呼。蝎场里不可能还有我的妈妈。我折身跑回屋内，锁上门。奶奶，怎么跑得这么急？蝎场里真的不是我妈，那个女人到底是谁？难道蝎场里还有另外的蝎女？不一会儿，我爸从我们窗前路过，哼着小曲，脸上带着快意。他烦心的问题似乎解决了。妈妈看出了我的不解，叹了口气，却没告诉我原因。她只是用尾巴小心翼翼地在我手心虚抚了抚。有妈妈在，楠楠不用怕任何事，爸爸也伤害不了你。蝎场接连又接了几个大单，我爸面色更是红润，也没有寻找过我妈了。不仅如此，他开始在村里开什么讲座，只要给钱，他就告诉人家如何养蝎女。他几乎是倾囊相授，很快村里开蝎场的媳妇就都怀了孕。但是我爸曾说过，就算交给了他们，生意也永远比不过我家。有人开始对着我爸出馊主意。老李啊，你说这孩子生下来就没了妈，也怪可怜的。蝎女能不能用家里的丫头片子？只要哄着他们心甘情愿为家里做仙儿，他们比婆娘听话。几个男人围在桌前纷纷点头附和道：“婆娘还有点用。”说着，几人发出笑声，大声说着烟撒事。我爸摆了摆手：“有钱了还愁没有婆娘？我和你们说，最近不知道多少女人想上我的炕。”也对，生过孩子的女人哪里比得过鲜亮的小姑娘？要不然就到时候换着玩玩。反正养了这么多年，可不能白养了。我感觉他们在看我，视线黏腻恶心。老刘甚至过来抓我的手，想摸我一把。我求救地看向我爸：“现在什么都没长好，等过几年才是最好玩的时候。”他们附和着，就这么轻而易举决定了我们的未来。我浑身发抖，还好有妈妈在耳边低声安慰我：“楠楠，别怕，有妈妈在，坏人害不了你。”第二天早上，我刚打算去蝎场，就被我妈拦住了。她叮嘱我今天哪也别去。我妈用蝎尾在我腿上蛰了一下，看起来可怕，我却一点都感觉不到疼。今天还有一单上门洽谈的大生意。我爸过来见我，还躺在床上，抬手就甩了我一耳光。爸爸拖着我的领口，把我扔下床。都几点了，你还赖在床上？那么多活还不去做，等着老子去干是不是？我爸打我的时候关好了门，视线好像还在蝎场那转了一下。我按照我妈的吩咐，露出可怖的腿，告诉她我被蝎子蛰了，发了烧，爬不起来。这里离蝎场近，有蝎子跑出来是常有的事情。我爸看着我青紫的小腿，把我一把扔在地上，骂了一句晦气。以前我也被蝎子蛰过，都是妈妈给我上药，现在只能默默忍受。蝎场的门被打开，我爸进去不一会儿，就连滚带爬地跑了出来。他嘴唇发白，颤抖着，好像看到了什么极为恐怖的东西。老刘怎么会在这儿？要去找村长，要报警，家里门都锁得好好的，怎么会这样？我不解，见他走远，问妈妈到底发生了什么事。什么都不会发生的，爸爸会为了我们这个家解决一切的，都是为了我们这个家。我妈果然是最了解我爸的人。不过一会儿，我爸又跑了回来，他手里拿着一把菜刀，眼神警惕地左右扫视着。他甚至还悄悄从窗边探出头。我背对着他，正在装睡。我爸将我的门反锁了，转身去了蝎场。里面一开始传来一声男人的尖叫，很短促，还有我爸的低声咒骂。接下来是一下一下沉闷砍东西的声音。我爸在里面几乎待了一天。傍晚时，他从蝎场里出来，
怀里抱着一个纸箱，身上的衣服也换了一身。晚上我爸没有再来，这还是第一次。他晚上没有来歇场，歇场昨天好像进行了大清洗，水渍晾了一天一夜还是没干。蝎子的生活环境大多干燥，歇场一般是不会大肆清洗的。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太过潮湿，接下来的几天我给蝎子喂食，他们看都没看一眼。但是我上一次给他们喂食已经是3天之前了。老刘的婆娘找上了家门，说老刘一直都没有回家，他的肚子隆起，在我爸他们聚会吃酒的时候闯了进来。我爸面色一僵，随后摆着手，老刘那天吃完酒就回去了，和小李他们一起走的，大家伙今天都在，你自己问问。几个男人都附和着。小李大着舌头开起了黄色玩笑，他说老李怕不是被仙女勾了魂，早就不知在哪快活去了。老刘这2年在外面养人的风言风语不断，但是这么明戳戳说到眼前的还是第一个。小李和我爸多少有点亲戚关系，我爸打着圆场，老刘婆娘气哼哼地走了。几个男人又是一阵哄笑，说起了那天换女玩乐的话题。有人怀疑不会是老刘说了什么话得罪了人吧，其他几人都否认，我爸却把若有所思的目光定在我身上。家里歇场的钥匙只有我俩有，老李出事的那天我恰巧被蝎子蛰了，不过任他怎么猜想都不会有证据的。我推说要给弟弟喂奶，跛着腿走了。梦里有小孩一直在哭，声音由远到近，我从梦里挣扎出来，费力地睁开眼，叫了声妈，门被踹开。我爸凶神恶煞地站在门口，光线模糊，爸爸的手上好像抱着什么东西，正在发出凄厉的哭嚎。我喊了他一声，我爸二话不说灯拍亮，我也看清楚他手上抱着弟弟。我弟哭得整个身子发红，不住地颤抖，我只能看到他的后脑勺。我爸见我看到，把手里的我弟往床上一扔，转身就走。他甚至特地选了离我距离远的墙角，我弟被重重摔到了硬木板上。哈哈哈哈哈哈！整天哭，也是个丧气东西，烦死了！摔死算了，反正老子也不缺儿子，多的是人给老子生。我手忙脚乱地把我弟抱起。今天歇场里的动静也是格外的大，伴随着男人兴奋的嚎叫声。我爸那边是天堂，我们这边是炼狱。我害怕地对妈妈说：“弟弟的样子不太对，我害怕。”我弟非常不安稳地睡着后，呼吸一直发出呵呵呵的水声。妈妈一直担忧地守在我们枕头旁边。作为巴掌大大的蝎子，她能做的只能是用小小的钳子替我弟费劲地加拉上被子。妈妈让我明天一睡醒就去找村长爷爷，我听她的。第2天趁着我爸出门，抱着我弟飞奔到了村长家。村长爷爷看着哭得稀里哗啦的我，叹气把我弟带去了医院。我弟肺部感染了，需要住院。我弟腿上有指印青紫，脑袋上还有摔出来的包，我跛着一条腿，身上还有我爸前几天打出来的青紫痕迹。姐弟俩明显被虐待过的样子，让医生们很心惊。医生质问我的父母到底跑去哪儿了，对孩子一点不上心。村长爷爷一面做解释，一面很气恼地给我爸打电话。我爸是村里的大户，村里最近才以我爸的名义申请了资助，村长就准备借着东风把村子推广出去。如果我爸这件事爆出来，村里的个体户们能不能沾光拿到补助不用说，整个村的名声都要跟着被败坏了。果然，人只有自身利益受损才会站出来。村长爷爷对着医生再三保证后，才带着我暂时从医院离开，回去找我爸来陪护我弟。路上，村长爷爷跟我再三保证回去后，他一定好好教训我爸。我看得点头，牵着村长来到我家歇场旁边的小屋。他看着眼前脏乱差小的环境，一个劲地说我受苦了。还有许多看热闹的人也来了我家，大部分是和我爸吃过酒的。村长找他们来问我爸的下落，那些人却话里话外想看我们家的歇场，见识下传说中的仙女。我因为害怕爸爸回来责骂，用身体堵着门不让。那些人见状，引着村长爷爷找人撬歇场的铁锁，他们恐吓我，说不定你爸就躲在歇场里呢，叔叔们可以帮忙喂食，你一个人肯定干不完，对吧？村长爷爷也不站在我这边，他们看着我的眼光好凶。我最终犹豫地点头了，将身体让开。我打开了门最外面的锁，锁头刚刚卸下来，就已经有人猴急地去推门了，一下两下，可门纹丝不动。村里人堵在门口叫我爸开门，里头毫无动静。有人开始不耐烦，你再不开门，我们可就破锁进去了。接着找来了锯条，开始隔着门缝开里面的锁头。门开的那一刻，所有人都愣住了。我被挤在最后，见他们都不动，从缝里往里钻，问他们我爸在里面吗？没人说话。正对面的过道上倒着一个人形，他的身上是密密麻麻蠕动的黑色，他
他脚上穿的鞋是我爸昨天穿的那双。我爸趴在地上，他的身上爬满了黑色的蝎子，在他身上不断的变换着位置，密密麻麻的一片。我莫名就想起没有自保能力的小蝎子，也是这样挤在母蝎背上，一点都没挨到地。村长报了警，蝎子都被抓回了原位。我爸的尸体表情惊恐，嘴巴大张，眼睛也瞪得溜圆。警察说，我爸身上有被蝎子蛰伤的痕迹，是中毒死的。他们调查了养蝎子的池子高度缝隙，又调查了门锁上的指纹，确定了我爸是自己把自己锁在了蝎房内，又自己取出了蝎子，放在了自己的身上。这案子最终按照自杀结案了，在场的人都说可以留下来照顾我。我爸死亡，我妈失踪，只留下我这么小的一个小孩，又有正在住院的弟弟。他们一边说我可怜，一边用贪婪的目光盯着门户大开的蝎场，我全部都拒绝了。在场的全部都是男人，他们都曾用贪婪恶心的目光注视过我，他们和我爸是一丘之貉。我哭着说自己想一个人静静，把所有人都赶出了家门。第二天一早，许多人带着自己的婆娘来敲门，脸上带着笑，有讨好和故作亲密，有的手里还提着做好的早饭，是香软的大肉包。他们都想和我打好关系，来照顾我。但是打开门的是我妈，失踪了大半年的我妈就这么不声不响的回来了。不少男人脸色都变了，因为我爸说过，变成蝎女的是不可能再变回人的。昨天夜里，妈妈问我愿不愿意和她玩七龙珠的游戏。她说我爸制作它时，为了提高成功率，把它分成了很多块，所有的部位都养出了一只蝎女的分身。妈妈告诉我，只要集齐所有和妈妈长得像的蝎子，它就可以回来了。大部分蝎子都被我爸封在玻璃罐里，这些人脸蝎不吃不喝，一直坚强的活着，他们的位置没有改变，我轻而易举就找到了。我妈让我把罐子打开，把所有蝎子都倒在地上。这是我第一次带我妈走进蝎场，我感觉眼皮越来越重，我妈的声音在耳边也带着诱惑。睡吧，睡一觉起来就可以见到妈妈了。我在梦里见到了一只蝎子，巨大的一个，比我爸还大，就趴在天花板上，背面的人脸似笑非笑地看着我。一觉起来，我妈就回来了。村里的人面露惊恐跑走，他们没有忘记对我妈妈做的那些事。我后怕地抓着妈妈的手，妈妈，你会一直陪着我吗？我没敢和她说，哪怕她真的是一个妖怪，她也是我的妈妈啊！我不希望再成为一个没有妈妈的孩子。还好，我妈摸着我的头，给了我承诺，妈妈会一直陪着你和弟弟，直到你们长大为止。村里觊觎我家蝎场的人太多，村里没有女人当家的先例，什么货色都往我家凑，让我妈嫁给他。甚至见过我爸死状，知道我妈有过蝎女身份的男人都上了门，说不介意我和我弟两个拖油瓶，愿意当我妈的男人，给她一个依靠。他们露出轻佻又势在必得的神色，劝我妈，你也知道，这一个家呀，没有男人不行。最过分的小李在晚上翻墙进了我家，企图对我妈用强。我妈此时还不太能控制身体，比她还大只的蝎子从房梁上一跃而下，小李被活生生吓尿了裤子，哭爹喊娘的跑了出去。他大叫着我妈是妖怪，但是谁会理他？许多人家的女人马上就要生了，生了之后就能变成蝎女，家里就能变得富有。有人私下说，这事情可不能让女人知道，要不然就不灵了。这是我爸亲自交代的，众人都心知肚明的事，谁挑明了，谁就是罪人。小李被打得半死，这话再也没透露出一个字。下半年，村里不少生过孩子的女人都失踪了，除了我妈，再也没有失踪的女人回来。我想是没人给他们打开玻璃罐吧。我弟满18岁成年那天，我妈晚上突然说想和我一个房间，她拉着我的手，斟酌着开口，楠楠啊，你们都长大了，妈也放心了，是时候离开了。我妈这么多年一直都没有老，面容还是那么年轻。我弟不知道为什么，但是我知道，因为我妈是蝎女，她第一次死去的那年和现在的我同岁。她这么多年一个人撑起这个家，我很久没看到她这么放松的表情了。我问我妈妈要不要告诉弟弟真相，楠楠，这是我们两个的秘密。我妈又失踪了。在她突然出现的第18年，我妈失踪那天，家里养蝎的大户都纷纷聚集在我家门口，他们面色焦急又不安，嘴巴开开合合，还是没人把问题问出口。我看着他们，面无表情。我妈说，以后村里再也不会有蝎女诞生了。我直接威胁他们，如果你们还违背她的意愿搞邪蛊，她就会去你们家，让你们都别做人。我妈失踪的消息像一阵风刮遍了全村。第二天一早，老孙家的婆娘就吊在了房梁上。她刚生完儿子不到2个月，男人还没来得及把她变成蝎女，她自己倒先走了。
老孙跪在院子里哭嚎，说家里歇场一夜之间死了大半，剩下的蝎子全爬到了他床上，折得他浑身是窟窿，没人敢去帮他。因为从那天开始，村里凡是碰过仙女这门邪术的男人，都开始一个接一个的出事。小李是第一个，他翻墙进我家，那晚被我妈吓尿了裤子，之后就一直疯疯癫癫的。我妈失踪第3天，他光着脚跑到村口大槐树下，一边抠自己的脸，一边喊蝎子爬进脑子里了。等村里人把他按住，他脸上的肉已经被抠掉了几块，露出白森森的骨头，送到镇上医院。医生说这是勘症，治不好。他婆娘当天就收拾东西回了娘家，把刚满月的儿子扔给了他那个疯爹。接着是老刘家，老刘早就死在了我家的歇场里，他婆娘一个人拉扯着孩子，反倒把日子过得红红火火。村里人都说老刘死得好，要不然他那婆娘也得被制成蝎女。老刘婆娘听了这话，当街吐了口唾沫，男人没一个好东西。那些喝过我爸酒、商量过换着玩女人的男人们，不是歇场里的蝎子莫名其妙暴毙，就是在夜里听到自家房梁上有女人哭。村长爷爷也遭了殃，他当初帮着那些人撬我家的锁，还试图包庇我爸。最可恶的是，他从来都在明面上装作公正，骗得很多受苦的女人去求他做主，却被他暗中告状，生不如死。我妈失踪后的第5天，村长家歇场里的蝎子全爬了出来，密密麻麻地铺满了整个院子。他老婆吓得早产，生下来的孩子浑身发紫，3天就没了。村长一夜白了头，从此再没出过家门。村里人开始慌了，那些还没动手把老婆变成蝎女的男人，偷偷把藏在床底下的玻璃罐子砸了。有胆小的连夜带着老婆孩子跑了，再也没回来。我站在家门口，看着那些被倒进河里的蝎子在水中翻滚沉浮，河水被染成了暗红色，腥臭味飘了3天3夜。没有人再敢提蝎女2个字，没有人再敢养蝎子。我妈说过，以后村里再也不会有蝎女诞生了，谁违背她的意愿，她就让谁别做人。她说到做到。那段时间，村里突然多出了很多空房子，男人跑了，只剩下女人和孩子。女人们凑在一起，把歇场拆了，改成了菜园子和鸡窝。他们用砖头把那些养蝎子的池子填平，在上面种上了辣椒和茄子。没人再提发财的事。到了秋天，镇上来了通知，说村里的孩子到了学龄，必须去上学。以前这种事都是男人说了算，女孩根本别想踏进校门。可现在村里拿主意的都是女人了，她们二话不说，把自家闺女送进了学校。我也去了，教室里其他女孩子也多带着弟弟妹妹来，大的牵着小的，挤在破旧的课桌后面，眼睛亮晶晶的看着黑。老师是个城里来的年轻女人，姓林。她看到我们这些女孩子背着弟妹来上学，眼圈红了好几次。她给我们每人发了一支铅笔和一个本子，教我们写自己的名字。我握着铅笔，在本子上一笔一划地写李小玲，这是我爸给我取的名字，我一直不喜欢。写到小字的时候，我突然想起我妈叫我囡囡的声音，眼泪就掉在了本子上，把刚写的字爱成了一团。林老师走过来，蹲下身子问我怎么了。我告诉他我想妈妈了，他没有多问，只是轻轻抱了我一下。放学回家的路上，我绕路去了歇场旧址。歇场已经被村里的女人们拆光了，只剩下一片长满荒草的空地。我站在空地中间，风吹过来，草叶子刮着我的小腿。我把手伸进口袋，摸到一个小小的玻璃瓶，那是我妈最后留给我的东西。她失踪前1天晚上，把我叫到她房间里，把这个玻璃瓶塞进我手里，瓶子里什么都没有，空的。我问她这是什么？楠楠，这是妈妈的一部分，你留着。我攥着瓶子，站在那片空地上。天快黑了，远处的山影层层叠叠，像一只只趴在地上的蝎子。我对着空气说：妈妈，我今天学会写名字了。风吹过草丛，发出沙沙的响声，像是有人在远处轻轻地应了一声。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去，村里的女孩子陆陆续续都上了学，成绩一个比一个好。林老师跟我们说，只要好好读书，将来可以考到县城去，考到省城去，去很远很远的地方。很远很远的地方，能见到我妈妈吗？他愣了一下，告诉我也许能。我把这句话记在了心里。冬天的时候，村里发生了一件大事，小李从疯人院里跑了出来，半夜摸到了他婆娘娘家门口，想把他儿子抢走。他婆娘拿起菜刀守在门口，硬是没让他进门。小李在门口闹了一整夜，第2天早上被人发现冻死在了路边，身上爬满了冻僵的蝎子。人知道那些蝎子是从哪儿来的，村里人说是他妈变成蝎女来找他了，也有人说是我妈。我不关心这个，我只知道从那以后再也没有男人敢在村里撒野了。女人们把家里的门锁换了，把账本攥在了自己手里。那些曾经被男人当作货物一样待价而沽的女孩子，现在背着书包走在路上，腰板挺得笔直。我弟慢慢长大了，身体还是瘦弱，他总问我妈妈去哪儿了。妈是去保护咱们了。
他似懂非懂的点点头，没再问。我15岁那年考上了县城里的中学，村里的女孩子们也陆陆续续考了出去，一个比一个争气。林老师走的那天，抱着我们哭了一场，说他这辈子最骄傲的事就是教了我们这群女孩子。我走的那天，天还没亮，我背着书包，口袋里装着那个空玻璃瓶，走到村口的大槐树下，回头看了一眼，村子还在睡，只有几户人家亮着灯，是那些要送孩子去上学的母亲们。走了几步，我听到身后传来一个声音，很轻，囡囡。我猛地回过头，大槐树下什么都没有，只有风吹过树叶的影子在晃动。我站在那里等了很久，天慢慢亮了，阳光照在村子的屋顶上，一片金黄。远处有人家在生火做饭，炊烟袅袅地升起来。我把手伸进口袋，握紧了那个玻璃瓶。我在心里说，妈妈，我会好好读书的，我会保护自己，我会去很远很远的地方，带着你一起去。口袋里的玻璃瓶好像暖了一下，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。我笑了笑，转过身，朝着县城的方向走去。弟弟的身体不好，村里来了人给他申请了助学金，每天一杯牛奶的滋养下，他的脸色慢慢红润起来。学校发的营养餐，他总留一半给我。再也没有人去养蝎子了，再也没有人去当蝎女了，只有我。偶尔在夜深人静的时候，会想起那个会哼小曲的妈妈，想起她说囡囡，妈妈会一直陪着你的声音，想起她变成蝎子后用尾巴轻轻抚过我手心的温度。我把玻璃瓶放在枕头边，闭上眼睛，梦里有一只巨大的蝎子趴在天花板上，背面的人脸朝着我笑，笑得和当年一模一样。我知道他一直在。我丈夫在我生产当天问我愿不愿意成为蝎女，他绘声绘色地讲了老孙家媳妇成为蝎女的过程，极其残忍。他看中的是老孙家之后的财运，我看的是那个被害女人的一生。我自然没有答应，他没有那个照顾人的耐心，囡囡也不喜欢他。我如果走了，儿子还有活路，我的囡囡呢？丈夫知道我在想什么，他跪在我的床边哭诉，说一定会对孩子好，这是为了给孩子更好的生活。他甚至夜里偷偷带我翻墙。我见到了孙家的蝎女，丈夫说，蝎女就是家里的守护灵，你一直都在家里，可以看到我们的。丈夫说只要我主动献祭，我还有机会可以恢复成我本来的样貌，回来和孩子们团聚。囡囡身上总穿着旧衣服，裤子都短了一截。我问她，你想家里变得有钱吗？想。她说到好吃的和花裙子的时候，眼睛都亮了。我答应了丈夫成为蝎女，前提是她要好好对待我的囡囡。血流了7天7夜，我躺在法阵中间，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死的。我又饿又累，却可以听清家里所有的动静。家里顿顿有肉，囡囡有新的花裙子，一切都和丈夫说的一样。我心甘情愿成为了蝎女，陷入了短暂的沉睡。再次清醒，我听见囡囡在哭，我想去抱抱她，却什么都做不到，只能和囡囡一起哭。我的丈夫每天晚上都会来看我，他和我诉说家里的事，和之前说的一模一样，父慈子孝，家庭和睦。他估计也没想到囡囡会委屈的在蝎场哭吧。我变成蝎女之后，感官反而没有之前灵敏，只能感受到蝎场发生的事。我丈夫好像也知道，他从不在蝎场打囡囡，但他的身上总是会有其他伤口。我被困住了，根本没办法自由行动。丈夫央求我给家里赚钱，他甚至拿出以前对我那一套，想和我亲近。我现在的模样难为他下得去手。我看着他在幻境中沉沦，趁机要求我想出去走走。我每日软磨硬泡，他最近常常和人吹嘘，也早就动了心。我终于出来了，夜里他居然还对我百般试探，鬼话连篇。有的活人却比鬼还可怕。我亲眼看到他折磨我的囡囡，我想杀了他，却不敢。凭我现在怎么能保护好囡囡呢？我连给囡囡擦眼泪都不行。我丈夫杀了人，他亲手把老刘砍死了。他慌张地叫我的名字，但是怎么办？白天妖是不能出现的。我看着他把老刘喂了蝎子，将骨头掩埋在猪圈下。他作为父亲，杀了调戏自己女儿的恶心东西，有什么错？如果真相真的是这样就好了。我丈夫在蝎场外下了咒，我的五感都被他削弱了。他从一开始就决定要阳奉阴违，要虐待我的囡囡。他身上也沾染上了其他女人的味道。我感觉咒术松动了。他虐待儿子的时候，我终于得以伸出利爪。天赐良缘，绝佳的机会，我可以变回去了。蝎女的第一条准则从来都不是发家致富，而是守护家庭。一个杀人的罪犯，一个不忠的丈夫，一个虐待孩子的父亲，这不就是守护家庭最大的阻碍吗？我身上的咒术破了，我终于可以守护我的女儿，过上好日子了。